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看这个礼拜的 Cobra Camp。我本来要继续拍课程，今天本来要拍胸跟三头肌，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我只好换主题。所以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健身受伤过的事情，还有我受伤、感冒、生病的时候，我会到底怎么样？我会继续练还是休息？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感冒受伤到底要不要继续练。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去 Cobra Camp 的脸书，在那里关注一下。好，我们进行今天的讨论。那我呢？我其实很少受伤，我全辈子只有好像2、3次受伤过。一个是我参加龙舟队那时候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姿势啊或者技巧不对，但是我的腹肌左侧边有受伤过。那时候这个算是很大的受伤，我一呼吸就会超级痛，痛到真的受不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参加比赛，因为我怕它会变得更严重。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继续练，我休息可能快1个月都没有做任何的锻炼，除了腿以外都没有做，因为像拉单杠啊、腹肌的动作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俯卧撑、胸，我都会稍微利用我的腹肌侧边那里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没办法做很多锻炼，所以我可能1个月一直在练腿而已，其他的肌肉群都休息，算是1个月。所以我第一个就是这个。还有参加龙舟队，我有受伤我的手指，这2指受伤过，但是这个我觉得不算什么大的，这个只会影响到我拉单杠的课程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已经休息1个月，我真的等不及它完全恢复，所以我开始这样子做。我每次去锻炼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搬起来，然后直接就拉单杠，所以这个可能害我害我那个修复的变得很慢，因为这个痛可能6、7个月，所以我其实觉得我让他休息其实是比较好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爱运动的人真的最讨厌的事情是休息，所以我害自己几个月，一直受伤，没有机会修复，因为我真的等不及，所以这个算是第2个。所以第一次那个腹肌的我有休息，但是我手指那个事情我没有休息，算是没有休息。还有什么？我的大腿，我左腿的内侧，我那块肌肉有撕破过，但是这个跟锻炼完全没有关系。这个是我练完腿，我在拉筋的时候，我好像拉过头，然后我听到一个撕破的声音，好像你把一张纸撕破了。但是那时候我觉得，哦，我真的希望这个不是我的肌肉啊，我好希望这个是我的内裤的声音。但是我一站起来就知道，才不是我的内裤，就是我的大腿的内侧那里就撕破。所以那时候我算是走路都不行，所以我真的没办法继续练，所以我可能休息1个礼拜，1个礼拜完全没有练腿。
完全没有骑我的脚踏车上学啊，什么都没有做。然后我每天去看医生，他们把我做这个奇怪的机器，这个是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你受伤的地方，然后那个机器会发电，然后让你的肌肉一直动。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帮助，但是我本人感觉很有帮助，因为我差不多1个礼拜一直做这个，然后都没有练腿，然后过了1个礼拜我就完全没事了，完全 recover。所以我有什么想法呢？我觉得你受伤的话，很严重的话，休息比较好，因为你没有休息，你会发现那个 recovery 的过程会拉很长。所以那时候我把我的腿撕破了，我没有休息的话，那个可能要1个月，可能2个月才会修复。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选择休息是比较好的选择。但是像我的手指，你可以接受的话，然后不会害你，可能不能走路啊，或者造成其他的问题，我觉得可以继续运动，但是要找办法 work around 那个受伤，所以你可能要调改一下你做的动作啊，换不会更害伤你的动作，然后把你的 intensity 减少一点点，稍微减少，给你的肌肉时间变好一点点。所以你受伤很严重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休息。然后我那时候没有练腿，我用这个办法。然后感冒也一样，我感冒的时候也会休息，但是我也会补充我吹练那些天。所以比方说，我1个礼拜没有练腿，那时候我修复好，可能每个礼拜我多1天的腿课程，然后慢慢加回去我吹那些天。所以你感冒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，所以你通常1个礼拜5次锻炼。好，因为感冒你要休息2天。好，下一个礼拜你可以补充1天，然后下一个礼拜你可以又补充那个第2天，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维持你的形状，因为休息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你没有休息会造成其他的问题，或者让那个过程拉很长。所以我觉得休息是必须的，不要以为我休息我的肌肉都就不见了，其实没有那么快，还有你可以补充，所以每个礼拜就加多1天，然后慢慢补充。你吹几天，吹3天呢，你补充3个礼拜这样子，每个礼拜多1天。所以我是用补充的方式来维持我的形状，所以这个是 Cobra 的经验，一定要休息，但是还可以用补充的方式。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可以按一个赞，多分享，然后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拍课程，下个礼拜就是胸跟三头。好，大家加油！